什么味儿啊？这么香！哼哼，我就知道你得顺着味儿下来。锅里焖带鱼呢，一会儿就吃饭了啊。焖带鱼，馋死我了都。美雅，美雅，干嘛呢？美雅，美雅，干嘛呢？你等着，我一会儿给你送宵夜去。哎，思雨思雨，我要吃那个小江南的醋扒阳春面，还有虾饺油淋仔鸡啊，谢谢了啊。哎，你干什么去？不吃鱼了？吃，一会儿我打包。我说你这人真行，哎，你真不客气啊！这我朋友来给我送饭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他刚明明说是过来给咱们送宵夜的啊！好，好，吃货。李多，来。怎么了，林叔？是不是因为受伤，怕影响到店里的生意啊？头头跟我这么多年了，就算没学得我全部的是这个手艺，学个5成6成还是有的。店交给他呀，不用担心。那是因为林美雅的事情吗？李多，你说欧阳这孩子怎么样啊？欧阳，林叔的意思是说，欧阳和美雅之间会有什么事儿吗？小雅这孩子呀，从小特别的听话，任何事情都不瞒我。可这次啊，他去欧氏集团工作，说是去什么产品研发部，结果后来我才知道，欧氏集团的产品研发部根本就没在本市，他也没去什么产品研发部，而是给欧阳去做秘书去了。之前我就劝过他，少跟那个欧阳接触，陈哲他会误解的。结果他不听啊，好好在一起的2个孩子呀，20年的感情，说分手就分手了。现在还天天晚上加班，这不，今天晚上又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又要加班。我是担心他跟欧阳。我知道，你跟欧阳是好朋友。其实我也不是说欧阳这小伙子不好，我这不是担心美雅吗？李叔，您的意思我明白。欧氏集团的研发部确实不在本市，所以美雅没有去，她留了下来。我相信最主要的原因是想陪在您的身边，所以她决定留在欧阳的身边，给他当秘书。不告诉您，是怕您过分的担心吗？据我所知啊，这段时间他们手里有一个策划案，这个策划案比较重要，所以他们的压力非常大。既然他们说现在在加班，就一定是在工作，绝对不会有其他的事情。这一点，叔叔您就不要担心了。至于说到欧阳，你别看他平时不太靠谱，但是他呀，做事做人还是有自己独特的原则性的。小雅跟小哲分手，的确是挺可惜的。当然，这事儿我也阻挠不了。我就是希望小雅将来能够找一个踏踏实实的人，踏踏实实过好他们的小日子，不求大富大贵，只求得平安快乐。可是你看现在，我是怕他跟欧阳这小子不清不楚的，
男女之间天天待在一起，怕日久生情啊。万一他们之间要是发生什么，我这都不敢想啊。李侍卫，平安快乐和大富大贵这两者有的时候并不冲突啊。美雅是您的女儿，现在的林美雅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做任何事情她会有自己的判断和自己的抉择。作为爸爸，我觉得您应该充分的相信她。说到欧阳，可能您对他的了解只是停留在网络上那些花边新闻而已，觉得不太靠谱。但是作为他多年的好朋友，我客观地评价他，在感情上，欧阳是一个非常专一的人。还有，陈哲和林美雅的分开，我敢确定，绝对不是因为欧阳，更不是林美雅的错，应该是陈哲的错。所以在这件事情上，美雅是受害者。在这么关键的时刻，你说，作为爸爸，你应该多理解他，多关心他，应该帮助他，让他赶快从这段失败的感情中走出来。所以我觉得，现在让他工作，反倒是一件好事情，让他的注意力分散，不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东西，没准状态会更好一些呢。我都到家了，你还跟着我干嘛呀？黎东吩咐过了，让我必须看到你进门才可以离开。那你看着吧。怎么了？胃口不好？还是在担心发布会的事儿？哎，没想到他真的拿了一个方案出来。这事怪我没有考虑周全，但是没关系，具体操作的时候才是关键，啊。你那个前女友林美雅，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怎么突然问这个呢？欧阳从来没有因为任何一个女人跟我那么大动干戈过。林美雅不简单，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？我真的很好奇。咱们先不说这个了啊，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发布会。一旦欧阳成功的把发布会开起来了，你爸就有理由让他顺理成章的进入董事会，到时候你的局面就更被动了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成功的。
我 so bad girl， 我被打脸，哦，为你不顾一切，抛下全世界 ，No， you really really bad girl。好的，欧总。谢谢。徐小姐，您可以上去了。谢谢。麻烦帮我收一下卡，我要进去，谢谢。你找谁啊？我找欧氏集团的欧阳。现在是下班时间，不允许进入。我是欧阳的未婚妻，我叫黎薇薇，听清楚了吗？你要是没听清楚，我可以再告诉你一遍，我叫黎薇薇，我是欧阳的未婚妻。你今天要是不让我进这个门，信不信明天我就让你脱衣服走人？我信，但是大厦有规定，下班期间不允许进入。如果您非要进去的话，请您给欧总打电话，得到通知我们会让你进去的。我没手机。你没手机？我告诉你，你别拿这种眼神看我啊！我为什么没手机，没必要跟你解释吧？我手机借你。谢谢。呀，你是黎薇薇吧？黎东的妹妹。是啊。真的是你吗？真的是我呀，如假包换。你认识我？如果你真的是我听说的那个黎薇薇，那这手机我还真不能借你。什么意思？耍我呀？对啊，就是耍你。你给我听好了，林美雅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听说就是在这儿，你把饭菜泼在她身上羞辱她，有这事儿吧？那个人是你呀？怎么了？是我怎么了？你要干嘛？你以为我也要泼你一身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的。泼了你，欧阳吃什么呀？你给我听好了，我叫徐思雨，我父亲是徐洪山。我听说你们黎氏集团在策划并购鹿岛的项目，并且要和基金公司合作。恰巧我爸是你哥哥要合作的那家基金公司最大的股东，只要他一句话，就能让你们家的项目落马。所以，为了你们家的以后，我劝你还是乖一点的好。还有，如果再让我听说你欺负林美雅，我会让我爸随时拿你们家的生意开刀。黎薇薇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并不是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，有钱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再见。看什么呀？哼，有钱了不起啊！记住你了，你这个贱人，给我等着！总有一天，我让你和林美雅都吃不了兜着走。你怎么样啊？你算出来了吗？啊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饿得我眼睛都近视了。我还头一回听人家说能把眼睛饿近视了。真的近视了，我什么都看不清。我要吃饭。欧阳，这是几？5、3、2。你不会把眼睛离电脑远点儿？你终于来了，你是不知道，你要再不来，我估计有些人就得饿瞎了。哇，都是我爱吃。
你慢点，没吃过饭啊？哎，饿死我了！我去。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没洒出来就行。你手腕怎么了？饿了，我连饭盒都抓不住。饿了你还不赶紧吃饭？快走！思雨，你怎么那么晚才上来呀？是不是这地儿不好找啊？没有，我刚碰到个人，所以耽误点时间。你们猜他那谁吧？谁啊？黎薇薇。真的啊？啊？3下5除2把他定住了。牛啊！啊！成天就跟个活泥就是，你怎么盯上的？你请我吃饭，我就告诉你。猛腿啊！太好吃了。你手腕怎么了？是不是上次打陈哲受伤了？开什么玩笑？我能受伤？思雨，他说的对，你不知道啊，欧阳有一个本事，特别没有挨打，怎么打都打不死。哎，吃饭堵不住你嘴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你们俩别闹了。哎，我真觉得你应该去医院看一下，拍个片子好安心。没事儿，这不是扭着了啊，过几天就好了，我有经验。那可不行，我上次就戳到过脚，一开始觉得没什么事儿，后来越来越肿。到了医院，医生告诉我，我要是早点去，就不会发生到这种情况了。伤筋动骨100天，你们俩工作正是关键环节，万一关键时刻掉链子了怎么办啊？你不是还要打拳吗？啊，成，咱先吃饭行不行？吃完饭咱就奔医院啊。软组织挫伤，严重吗？不严重，轻微的。一般情况呀，静养1到2个月就可以恢复了。不用这么长时间吧？因为你这是手腕处，容易活动的部位，所以我建议你上一个固定支架，这样会好得快一点。就这么点小伤，还上个固定支架，有这个必要吗？有。把我弄成这样，你们俩满意了？医生说这样好得快。对啊，你就踏踏实实当你的病人，好好养病。欧阳，工作方面呢，你就不要担心了，连秘书我会替你分担的。你们俩真应该凑一对说相声去。真的吗？我也这么觉得。我说思雨，你刚才去公司给我们送了那么多吃的，你还没吃饱，还能吃得下去啊？欧阳，这个女孩子呢，你真的是太不了解了。天有多大，我们女孩的胃就有多大，是不是思雨？是。其实呢，我是不想回家，回家自己一个人太闷了。我是想和美雅，和你多待一会儿。第二呢，我是想尝尝美雅在法国总念叨的烤串、拉面，还有她爸做的小龙虾。现在呢，烤串和拉面我吃到了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吃到你爸做的小龙虾？随时都可以。只要你的胃真的跟天那么大，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回家，让我爸炒小龙虾给你吃。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，今晚去你家。完美。你们俩真把我当摆设了，干杯也不带着我。还有啊，你们俩真行，我就这么点小伤，把我弄成这样，这要去公司见那些同事，我怎么见人啊？这得多傻呀！傻吗？傻。马上就让你不傻。把你的胳膊拿过来。干嘛？你快点儿！你冷静点，别冲动啊！快把你的胳膊拿过来！听啊！别动！你这怕啥？你别画了，行不行？你来。什么呀是？
高点，高点。没雅，让。怎么样，欧阳？现在是不是不傻了？林美雅、徐思雨到此一游。得，为了我这可爱的胳膊，为了你们俩在我这胳膊上一游，咱们仨干一杯吧！啊，来，干杯！欧阳，过来。爸，你还没睡啊？又在外面惹什么事儿了？没惹事儿，我就不小心扭了一下，没事儿。你看看你，什么样子？真没事儿，哎呀，我过两天就好了。欧阳啊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？是你负责的项目最关键的时候。可是你呢，整天跑到外头去，打仗惹事儿。我原本以为啊，你长进了，结果呢，你还是烂泥扶不上墙啊你！我是烂泥，我是扶不上墙。那你直接让我烂地里算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再说一遍。我累了，回去睡觉了，你早点休息。这么晚了，让你老爸给我做小龙虾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都走到家门口了，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？今儿高兴，喝一杯呗。你还喝？我可不敢让你再喝酒。美雅，小黎叔，你怎么会在我们家啊？你爸喝多了，刚给他送回来，这不给他做完醒酒汤。哎呀，思雨，你先在这坐会儿啊，我去看看我爸。嗯，好。听着呼噜声，一时半会儿是叫不醒了。酸辣汤做好了，你爸睡着了。小黎叔，我爸他胳膊怎么了？啊，在大排档炒菜的时候不小心让油给烫伤了，我已经给他包扎过了，放心吧。那严重吗？不太严重，别担心。我爸也真是的，你说他手都烫伤。睡着了。手都烫伤了，还喝那么多酒。我爸已经睡着了，你惦记的小龙虾今天晚上是吃不上了。没关系，我们下次再吃嘛。爸爸睡着了，
你俩有口福尝尝我的醒酒酸辣汤了。夏丽树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把我爸送回来，还给他做醒酒汤。虽然他没口福喝不上，这么说我有点不好意思。不过今天也怪我，一时高兴没搂住他，让他多喝了点。下次我注意。哦，对了，小丽叔，我忘记给你介绍了。你好，我叫徐思雨，是薇娅在法国的同学，室友兼最好的朋友。你好，李东。你就是李薇薇的哥哥啊？哦，你认识我们家薇薇啊？通过美雅认识的，今天刚好还碰见了，很愉快的聊了几句。思雨，你快点尝尝小丽叔的手艺啊。好。小丽叔，我爸今天为什么要喝这么多酒啊？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呀？我爸最近老是奇奇怪怪的，老是看起来心事重重的。我问他，他也不跟我说。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正好你爸今天不小心烫伤，我给他抹了药。我估计你爸可能就是觉得自己年纪越来越大了，怕你们家店里的生意没人照顾，怕砸了你们家的招牌，可能心里觉得有点堵得慌呗。应该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。不过你这个当女儿的，等忙完这段时间，应该好好陪陪她了 ，OK？ 我会的。好了，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醒来的时候给她泡一杯蜂蜜水。知道了。思雨是吧？再见。再见。你看什么？小黎叔不仅长得帅，厨艺还很棒。那是。思雨，你说这个世界是不是很奇妙？刚才你还说想喝一杯呢，这酒没喝上，酸辣汤先来了，这一下一步到位了。你好。哎，你谁呀？你这找谁呀？你有什么事？我是 B 座1701的户主啊，你就是前2天出事那家是吧？我想看一下那天晚上监控。你要看那晚发生的事是吧？哎，来。这个能放哪？可以，没问题。哟，儿子啊，你的手怎么了？受伤了？没事，不小心扭了一下。什么没事啊？都打石膏了。没事。你儿子大半夜带着女秘书跑到女秘书前男友的家里，把人给打了，是我亲自到派出所把他接回来的。关键是，女秘书的前男友是咱们公司销售部的经理，得亏人家通情达理，没有追究你儿子的法律责任，否则现在已经在里面吃牢饭了。让我看看，哎，这个是你女秘书画的，啊，还挺好看的。哎，来，放好了，妈喂你啊。你现在知道管儿子了？你说你们两个啊，一个是整天酗酒的妈，一个是替女秘书打架的儿子，真好，真好啊，真好。从小到大你管过他吗？你给他换过一片尿片吗？他从幼儿园到大学，你给他开过一次家长会吗？他生病的时候你在哪儿？我辛辛苦苦把2个孩子拉扯大，
你说我不管孩子？妈，爸，我吃好了，我上班去了。坐下。你手里的项目啊，我会告诉欧瑞，让其他人接手，你不用负责了。爸，我已经说过了，这点小伤根本不影响我工作，你干嘛非得弄得这么严重啊？现在知道严重了。你以为小孩子过家家呢啊？我怎么就过家家了？你知道我为了这个发布会付出了多少吗？我每天熬夜加班，就是想把这件事办好。加班就干这个。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你能把这件事情做好？儿子，你姐把最棘手的项目交给你来负责，她就是看你笑话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让你在整个集团没有立足之地，让你无力跟他争夺总裁的位置，你知道不知道啊你啊？我姐为了这个公司付出了这么多年，这个位子本来就应该是她的。你这么做对她公平吗？你连我的方案看都没看，就认为我办不到，你这对我公平吗？这个世界上什么事儿是公平的？你是我儿子，欧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，这一点你一定要时刻记住，啊！一会儿啊，我去公司开个高层会议，我通知大家，你不再负责这个项目了。还有，这个会议你不许参加。关于发布会的所有资料，我全部都准备齐了。把所有资料带上，跟我去会议室。哎，等一下，到底怎么了？今天不是没有会吗？我爸召集了公司所有高层，正在开紧急会议。出什么事了？他想把我换掉，让别人来负责这次活动。为什么呀？我们的方案不是已经通过了吗？通过有什么用啊？他还是觉得我做不了，也做不好。李敏啊，你相信我吗？我相信。你相信我们能把这次活动做好是吗？我们一定能把这次活动做好。把所有的资料都带上。我们去把活动夺回来。关于公司下半年新品发布会的活动，我有件事要宣布：欧阳将不再参与这个项目的任何事宜，改由其他人来负责。董事长，欧阳负责这个项目是全体高层表决通过的。您突然间说要换人，可项目已经推进到一半了。换谁来接手都需要一个周期，影响了进度，谁来负责？欧阳手臂受伤，需要静养。手臂受伤并不影响项目的正常进行，这个理由我们不能接受。我是集团的董事长，我对公司的事务拥有最终决策权。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，希望欧总赶紧指定新的项目负责人。不用找新的项目负责人，我是绝对不会把这个案子交出去的。胡闹！现在这个项目跟你没关系了，出去。
大家看见了，我的手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就这么一点小伤，我不需要休养。刚才总裁说的没错，现在更换项目负责人会影响进度。再说了，我只是手腕受伤，完全不会影响项目进行。而且我们在前期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，所以，我有信心能把这个发布会办好。这个发布会是今年公司下半年最重要的活动，你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经验，再加上你受伤，如果因为你的伤势影响了这个项目的运作，你能负这个责任吗？当然能，我是负责人，我就要对我自己的项目负责。而且我今天要在这里向大家保证，如果这个项目最终没有呈现出最完美的效果，我欧阳将立即从欧诗集团离职，从此不踏入集团半步。散会吧。你脑子坏掉了？要抢回项目也不用说这么严重的话吧？你知不知道这后果有多严重？你能负这个责任吗？我能。加油！爸，过来。你要知道，今早我对你说的那番话，只是告知你我的决定，你没有跟我讨价还价的余地。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挑战我，是想证明什么？只能证明你有多愚蠢、多幼稚。我花费了那么多的精力把你带进公司，让你当上副总，我还想让你进入董事会，最终坐在我的位子上。可你刚才的那番话，太让我失望了。